很多人以为赵今麦是那种自带与 quote 零 CP 感体质与 quote 的女演员，跟张凌赫演，网友说像兄妹；跟吴磊演，网友说像发小。可就在2025年年底，一部剧彻底颠覆了这个认知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也悄悄浮出水面。有人问他什么时候结婚，他给出的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赵今麦这个名字，很多人是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巴啦啦小魔仙里的林美琪是不少人的童年记忆。2019年，《流浪地球》让他第一次站上大银幕的聚光灯下。同一年，《少年派》让他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与 quote 国民妹妹与 quote。2022年，开端一部剧让他的演技被彻底认可。从童星到实力派，他走的每一步都很扎实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众人眼中沉稳理智的女孩，最近却因为2件事被推上了热搜。第一件事关于爱情。在一次采访中，赵今麦被问到对爱情有没有自己的畅想，她的回答很简单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也没有刻意的表态。她说自己有期待，但没有具体的畅想，也说不清自己是理智派还是感性派，就顺其自然吧。这句话看起来平淡，细品却很有分量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在这个流量为王、恋爱也要立人设的圈子里，敢说与 quote 顺其自然与 quote 3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底气。而就在同一时期，第2件事发生了，一部叫《骄阳似我》的剧，把它和另一个名字紧紧绑在了一起。这件事的背后，其实要从2025年12月说起。《骄阳似我》在腾讯视频开播，赵今麦搭档宋威龙，一个眼开朗坚韧的女强人聂曦光，一个演内心温柔的林宇森。没有人预料到这部剧会成为当年现偶剧的黑马，播出没多久就刷新了腾讯视频的热度记录，峰值热度突破3万，全网话题阅读量超过25亿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真正让观众开始与 quote 上头与 quote 的是2026年1月的一场娇兰品牌活动。品牌方同时官宣宋威龙和赵今麦为代言人，本来是很常规的商业操作。可发布会现场，大屏幕上突然播放了2人在剧中的亲密戏份，这一下粉丝们坐不住了。有人说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官宣吗？与 quote 双签 CP 物料与 quote 这种操作在粉丝圈里几乎等同于半个热爱声明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的还不止这一件事。有网友扒出2人私下互动多到超出与 quote 工作关系与 quote 的范畴。直播连线时，宋威龙给赵今麦递红豆沙，眼神专注又温柔。台前活动上，宋威龙主动问了一句与 quote 牵手吗与 quote， 赵今麦马上笑着伸出手。更让粉丝坐实猜测的是，赵今麦跟宋威龙的姐姐私下聊得火热，像多年好友一样，有说不完的话。这个画面被做成表情包，在超话里传疯了。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或许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但眼下，这一切都还只是观众自己拼凑出的画面，没有人正式回应过，也没有人正式否认过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相信这是真感情还是营业？说真的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，这种沉默本身就很耐人寻味。有分析指出，粉丝之所以会陷入这种与 quote 沉默及默认与 quote 的心理，其实源自3重叠加效应。第一是戏剧带入的惯性，观众看惯了2人在剧里的深情对视，很容易把这份情绪自然延伸到现实里。第2是品牌营销模糊了戏剧与真实的边界，一场发布会的物料选择就足以点燃全网的想象力。第3才是最关键的一点，2个人始终没有站出来明确表态，这份留白反而成了粉丝脑补的最大空间。你猜怎么着？这场讨论里其实还藏着不同的声音。有伪粉直言，希望赵今麦能专注事业，不要被贴上与 quote 恋爱脑与 quote 的标签。也有理性网友提醒大家，同期合作的年轻演员本就会因为工作频繁同框，这不能直接当作恋情的证据。换句话说，这场热议里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。而回到最初那个关于爱情的问题，或许真正的答案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有或没有，也不是外界无休止的猜测与解读，
而是早已藏在赵今麦曾经说过的那句话里。他不追求对爱情设定具体的想象，也不会因为年龄、舆论或外界的期待而刻意去迎合某一种人生节奏。他更愿意相信，一段真正值得珍惜的感情，应该是在最合适的时间自然而然的发生，而不是为了回应任何人的期待而仓促开始。仔细回望赵今麦这些年的成长轨迹，就会发现，这份对于生活的清醒与从容，其实一直贯穿在他的人生选择之中。从童星出道到一步步完成身份的蜕变，他没有急于用各种话题去制造热度，也没有刻意通过私生活来维持曝光度，而是始终把更多时间投入到作品和角色当中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在如今这个流量更新极快、娱乐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，他反而显得格外难得。因为他始终知道，真正能够陪伴演员走得更远的，不是短暂的话题，而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。爱情本就是人生里最私人的课题，对于普通人如此，对于公众人物更是如此。镜头赋予了演员更多关注，也让他们失去了许多属于普通人的私人空间。一张照片、一次同框、一个眼神，都会被无限放大，被反复解读，甚至被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然而，再精彩的猜测，也终究只是猜测；再热烈的讨论，也无法代替当事人的真实想法。没有公开回应之前，任何所谓的实锤，都只是外界的一种想象，而不是事实本身。其实，比起不断追问他到底有没有恋爱，或许更值得思考的是，为什么我们总是如此迫切地希望为一个年轻演员的人生写下答案？爱情固然美好，但它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、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。对于正值事业上升期的赵今麦而言，每一次角色的突破，每一次演技上的成长，每一次面对不同类型作品时展现出的勇气，或许都比任何一段未经证实的绯闻更值得被关注，更值得被讨论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看见他不断挑战新的角色，也看见他在不同作品中尝试更多可能性。从青涩到成熟，从校园少女到更加复杂立体的人物，他一直在用角色证明自己的成长，也在用实力回应所有期待。真正优秀的演员从来不是依靠流量存活，而是依靠作品说话。时间会带走热搜，也会冲淡话题，但真正留在人们记忆里的，永远都是那些鲜活的人物和令人难忘的表演。或许这也是赵今麦最吸引人的地方。他没有急着向外界证明什么，也没有刻意营造所谓完美的人设，而是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一步一步向前。面对外界的声音，他保持尊重，却不过度回应；面对未来，他保持期待，却不急于定义。这种从容并非冷漠，而是一种对生活、对事业、对感情都足够成熟的态度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里，始终保留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真实与坚定。所以，无论未来镜头前的故事会迎来怎样的发展，无论他的人生是否会在某一天迎来属于自己的爱情，我们都应该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和耐心。因为真正美好的感情，从来不需要旁人的催促，也不需要舆论的见证。当他愿意分享的时候，那份幸福自然会与所有关心他的人相遇。而如果他选择把这份情感留在生活里，那同样也是他作为普通人的权利。作为观众，我们能够给予一位演员最大的支持，并不是沉迷于每一次捕风捉影的传闻，而是在他每一部作品上映时认真欣赏，在他不断突破自己的时候给予掌声，在他经历质疑时依然相信实力终究会说话。因为演员真正的价值从来都不在于镜头之外的感情故事，而是在于镜头之内那一个又一个令人共鸣、令人感动、令人难忘的角色。至于镜头之外，那份情感究竟是否存在，又会在什么时候到来，我们不妨把答案留给时间。因为真正的答案永远不会诞生于网络的猜测，也不会诞生于流言蜚语，而只会在当事人愿意亲口说出的那一刻，才拥有真正的意义。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理性、客观、有温度的内容，欢迎继续关注我们。下一期我们将带来更多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，与大家一起透过热点看本质，透过故事看人物。我们下期见。